说句比较难听的话，你有没有感觉现在挣点钱比吃屎都难啊？你或许以为是自己的不努力，其实根本的问题就不在于这儿，而是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已经悄然的被偷偷改写掉了，只是你还没有发现。我们往古代长远去看啊，以前的地主老财好歹是让平民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赏平民一口饭吃，让平民能够活得下去。现在你再看这帮西装暴徒，是吃肉不带吐骨头的，你可能不懂我在讲什么意思啊。那我问大家，现在最值钱的还是房子和车子吗？并不是。你看哈，过去的地主收的是地租，后来的房东收的是房租，现在的资本巨头呢，收的是数据租、流量租、算法租。你以为你现在用的手机是你自己的吗？如果说你认为是，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你的手机就是资本的数据采集器。为什么这样讲呢？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当你的手机上和你的朋友正在聊天的时候，聊到了某一个产品或者说商品，你再打开抖音，你去刷一刷，不一会儿就可以刷得到。当你说你想买某一个产品的时候，或者说大家聚在一起讨论这个产品怎么样的时候，你再打开你的手机里面的购物软件，推荐商品中必然会出现你说的那一个。所以说哈，数据、流量、用户时长这些虚拟的生产资料早就被圈成了私人的领地了。你凌晨3点睡不着，刷你的购物软件的时候，你的这个行为被明码标价，值5毛。你通勤路上喜欢听音乐的爱好值8毛。你点个外卖时犹豫了3分钟，选哪个店的时候，这个数据值1块。最狠的是，这些新型的生产资料会自己繁殖。比方说，你用一次外卖软件，平台就知道怎么样才可以多一点掏空你的钱包。你多刷一次短视频，它的算法就会多学一招，让你怎么样才能够上瘾等等。这些数据当它滚成一个大雪球的时候，就像你家楼下的那个煎饼摊儿已经被平台精准定位到逼到涨价的时候，到时候你连骂街你都不知道该吐谁一口唾沫星子。这帮人嘴上喊的是开放共享，背地里考的都是垄断的这种把戏。你看哪一个互联网的大厂没有干过这些事儿呢？用低价倾销把小商家逼死，等市场被垄断了马上涨价，拿用户训练这个数据 AI， 反过来呢又用 AI 去抢这个普通人的饭碗。嘴上说赋能这个小微企业，实际上是把小老板绑在平台上给他抽干。你以为是你自己在用 app， 其实呢是 app 在用你。你刷短视频是帮平台赚取广告费，你写点评写好评是帮平台控住商家，你比价下单是帮平台优化算法。最可怕的是，等到算法进化到取代你的时候，就是你连被剥削的资格都已经没了，不配了。去年有一个大佬被采访的过程中哈，问他数据垄断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场急眼了哈，说我们的数据凭什么能够被成为公共的财产？他们这是搞了一个完美的闭环的陷阱啊！用你的数据画你的画像，用你的画像给你挖坑，你掉进坑里还得花钱请他们给你递一个梯子，这个你能听懂吗？你在电商平台给你的父母买了一次衣服，转头呢养老保险的广告就立马打你一脸。你在医院的小程序上挂一个号，第二天保健产品的推销电话精准的定位到你的电话上打给你。保护用户数据这个隐私就像是开了个玩笑一样。不知道你有没有买完房子哈？买完房子的时候跟我是不是一样的？当你刚刚签订了这个购房的合同，等到第二天到家里还没开始休息，家居家电装修保洁等等各种电话天天轰炸你，店里的那个活动好像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一样，搞得自己头上就写了3个大字叫做大冤种。你再看哈，这个外卖的平台精准的锁掉外卖小哥一天的接单量，再加上这个滴滴的网约车司机。前几天我打车啊，看到一个师傅用3个手机挂着3个不同的平台在疯狂的抢单这一单还没有把我送到，又开始低头抢下一单，搞得我心里是直接发怵。
电商巨头用流量霸权掐住了商家的喉咙，大公司嘴上喊着是科技创新，背地里搞的都是收租的买卖啊！你开个小餐馆，不交平台这个购物的抽成，就没人看得到你；你跑个网约车不接赔本单，你就永远抢不到好活；你在工厂拧螺丝不加班到凌晨，你就保不住你自己的饭碗。开过店的人应该都知道，现在做生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现在呢，就像是在和吸血鬼谈恋爱，前期用补贴勾引你上钩，等到你把你的家底掏空，装修好店面，资本马上露出它的獠牙，对吧？要么你能够接受越来越高的平台的抽成，要么你就被他们的自营连锁店挤到关门。你再看那些做电商开店铺的，不是被这个算法饿死，就是被这个流量给掐死。更恶心的是两头都贴，消费者这边用大数据赎杀，对吧？杀熟啊，商家那边呢拼命的去压价，你卖个货进价20块，平台先抽走6块，再逼你参加满30减15的活动，不报吧你就没有流量，报了卖出去你就亏钱，最后到手上的钱都不够快递费的。等到你好不容易想明白这个事情啊，不干了撤吧，发现呢，客人早就被养成了只认补贴的消费习惯。你还会发现，你离开了平台，根本就生存不下去了。你以为网购便宜吗？那是平台先用补贴干死小商家，再用供应链压低厂商的利润，等到厂家倒闭，小商家关门，你突然惊奇的发现，满世界都是他们的自营产品，不但贵，反而呢还是预制的产品。消费者和商家一起被压榨了，就连现在的白领写 PPT 都要跟 AI 的效率去竞争啊！这种精准的认知圈地，让普通人彻底沦为了数据的奶牛。每天啊，咱们就是产奶吃草，最后呢被做成了牛排，这就是所谓的消费变现。既然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一个怎么回事，就应该更知道资本最怕的就是底层人的觉醒。当越来越多的人看透这个所谓的平台经济之后，最根本的是要抢回数据的主权。凭什么我们自己的数据变成了资本的私产？当打工的人开始用法律的武器对抗这个算法的泛滥，那些藏在代码背后的吸血鬼，他们就彻底的坐不住了。如果你感觉你自己没有那个本事，那么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能不花则不花，能不买则不买，能不消费则不消费。只要你能够学会了存钱，多余的钱一点不花，以后的生活你肯定是越来越好的。